周武帝宇文邕是如何统一北方的？荒淫无能的高纬又是如何将北齐送进了灭亡的深渊？在这场历史的大洗牌中，原本默默无闻的杨坚是如何登上权力的巅峰，建立大隋王朝的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北周灭亡北齐及隋朝建立。556年，西魏权臣宇文泰病逝，其子宇文觉掌管朝政，并被封为周公。次年，宇文觉便废除了魏恭帝资历，建立了北周。由于宇文觉年幼，真正的朝廷大权则掌握在堂兄宇文护的手中。559年，宇文护废黜并毒死了宇文觉，另立宇文泰的庶长子宇文毓为帝。次年，宇文护又将宇文毓废黜，另立宇文泰的第四子宇文邕为帝。结果，宇文邕雄才大略，继位不久后就将扶持他的宇文护给诛杀了，亲自开始掌管朝政，并且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，使北周的实力开始大增。接着，他便准备出兵北齐。575年，得知北齐的皇帝昏庸无道后，他亲率6万大军出击北齐，杨坚等将领跟随。大军进入北齐的境内后，他禁止将士们砍伐树木和践踏庄稼，军纪非常的严明，颇得民心。随后，大军顺利地攻下了河阴城，即今天孟津县以东；另一路大军则攻下了洛阳的东城和西城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宇文邕却突发疾病，只能撤军而回。次年，宇文邕再次出兵伐齐，他调集了14万大军，准备攻打晋州。大军抵达平阳后，北齐的晋州刺史无奈投降，晋州沦陷。可此时北齐的皇帝高纬却带着嫔妃们在天池打猎。天池即今天山西省宁武县西南的管岑山上。晋州的告急文书飞马传送了3次，右丞相居然都没有给高纬汇报。一直到晚上，右丞相才将平阳陷落的奏报送给高纬，可高纬不予理会。第二天，继续与嫔妃们前去打猎。平阳被北魏占领之后，宇文邕便率领主力西还，只给梁师彦留下了1万兵马，让他坚守平阳城。接着，宇文邕让宇文宪率军6万屯驻于宿川，他自己则返回了长安。576年11月，高纬亲率10万大军向平阳袭来，大军到达后，将平阳城团团围住，昼夜不停地攻打。可城中只有1万余人，情况非常危急，城墙的很多地方也都被北齐给攻破了，双方只能开始短兵相接，而北周的援军却迟迟不能到达，将士们异常惊慌。这时，守城的将领梁师彦慷慨自若地对将士们说道：“如果今天就要战死沙场，那我也会走在你们的前面。”于是，守军奋勇争先，无不以1当100，导致齐军慢慢开始后退。梁师彦便命令城中的军民乃至妇女昼夜修城，只用了3天便将城墙给修好了。接着，齐军挖掘地道攻城，城墙便塌陷了一处。齐军的将士们趁虚而入，平阳城朝不保夕。然而，就在这紧急关头，高纬却突然命令将士们暂停攻城。原来，据传说，在晋州城的西石上有圣人的遗迹，高纬便想携带着冯淑妃前去观看。可由于冯淑妃要涂脂抹粉，耽误了很长时间，才姗姗而来。这期间，梁师彦却命令将士们用木板将缺口给挡住了。高纬担心城中射出的弩矢伤了冯淑妃，于是将攻城的木料抽来，铸造了一座远桥。经过此番折腾，齐军便失去了攻城的最佳时机。此时，远在长安的宇文邕也得知了消息，立即率军前来支援。12月，宇文邕与宇文宪会师后，率领8万大军赶往平阳城。大军到达后，宇文邕便巡视各军。他在巡视的过程中，能大声地叫出各军主帅的名字，将士们的精神便无比振奋。接着，北周对北齐发起了反攻，齐军慢慢开始后退。就在这时，后方的冯淑妃惊慌失措地大声喊道：“齐军败了！齐军败了！”顿时，齐军的军心大乱，开始溃败而逃，死伤了1万余人。高纬则带着冯淑妃慌忙逃走。此战过后，北齐的主力被彻底打垮。高纬逃回晋阳后，准备继续撤往北朔州，进而投奔突厥。可当他走出晋阳城的时候，将士们纷纷逃离，有些还投奔了北周。高纬只好逃回邺城，企图重整军容。
为了激励将士，大臣们给他准备好演讲稿，让他讲给将士们听。结果，当他站到将士们的面前时，却想不起演讲稿的内容了。于是他便大笑了起来。左右的侍从不知所以，也跟着大笑。将士们见此情景，非常气愤，纷纷说道：“连皇帝都不着急，那我们还着急什么呢？”于是皆无战心。随后，高纬将皇位禅让给了8岁的儿子高恒，自己则当起了太上皇。577年的正月，宇文邕率军到达了邺城，很快邺城就被攻破了。城破的前一天，高纬早已逃出邺城，前往了济州。接着，他又从济州逃往青州，准备向南逃往陈朝，结果却被北周的追兵追上后押往了长安。至此，北齐灭亡，周武帝宇文邕彻底统一了北方，结束了北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。次年6月，宇文邕病逝，年仅36岁，太子宇文赟继位。宇文赟即位后，沉湎于酒色，导致朝政荒废，并且他下诏要求仪同以上官员的女子不许嫁人，以便自己挑选。最终有5位皇后并立，其中就有杨坚的嫡长女杨丽华。接着5位皇后便相互争宠，并诋毁对方。由于宇文赟对杨坚有些忌惮，于是他发怒的时候便对杨丽华说：“我一定要将你家灭族。”此时杨坚已经被晋升为柱国大将军，宇文赟每次外出巡幸都让杨坚在朝内留守。随着杨坚的威望与日俱增，宇文赟便越发的忌惮于他。于是他召杨坚入宫前，就对左右的侍卫说：“只要杨坚的脸色稍有变化，你们就立即杀了他。”不料杨坚到达后，神情和脸色自若，宇文赟便没有机会下手。接着他就经常无缘无故地责备杨丽华，想给他强加罪名。但是杨丽华的举止安详，言语和态度也没有丝毫的取挠，导致宇文赟大怒，立即给杨丽华赐了死罪，并逼她自尽。杨丽华的母亲独孤伽罗闻讯后，急忙进宫为杨丽华求情，以至于磕头至流血，杨丽华才幸免于难。此事过后，杨坚非常的不安，于是他便与宇文赟的亲信郑义交好，希望他能说服皇帝，让他离开京城长安。579年，宇文赟下诏传位于长子宇文阐，自己则当起了太上皇，这样他就可以不顾朝政，为所欲为的在后宫继续淫乱了。但是由于纵欲过度和西游无度，他的健康状况便逐渐开始恶化。4年，宇文赟准备发兵攻打南陈，郑义便趁机推荐杨坚。于是宇文赟便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，负责率军南征，可杨坚却突发卒疾，没办法立即出征。5月24，宇文赟的病情加重，连忙召见刘访和颜之仪嘱托后事，但是他已经没办法开口说话了。刘访和郑义等人便图谋让杨坚辅政，并且伪造了遗诏。当日，宇文赟在天德殿病逝，时年22岁。年仅8岁的宇文阐继位，即周敬帝。宇文阐是宇文赟的长子，母亲是天大皇后朱满月。由于宇文阐年幼，朝政便由左丞相杨坚掌控。581年，杨坚由隋国公晋封为隋王。同年，周敬帝下诏宣布禅位给杨坚。至此，北周灭亡，隋朝建立，独孤伽罗被立为皇后，杨勇被立为太子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